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今天呢，我又来到古来这边的 Honda Showroom， 没有错，就是要来爆肝了啦。因为我们今天迎来了最新大改款的 Honda Civic 第11代。 这个 Honda Civic 第11代呢，我们相信很多人在网络上面看到照片的时候啊，都不是很有好感，都觉得第10代的 Civic 比较年轻、比较 sporty、比较好看。但是我跟你们讲，你们一定要来看真车。 这辆车掀开那个布的时候，哇啦喂，我的心啊，直接有那种坠入爱河的感觉。这一辆第11代的大改款 Honda Civic 真的太好看了，很靓仔，很性感啊。我们先从车头看起啊，这辆车的车头灯呢，可以看到吗？是一个全 LED 的配置。然后这个车头灯的 design。 上面是一个 DRL， 下面是它的 LED 头灯组，然后在下面 bumper 这边呢，也有一个 LED 的 fog lamp。直到看到真车，我才发现它有一个设计小巧思，就是你们看到吗？它在亮起头灯的时候，是最右边跟最左边的 LED 灯亮起来，然后中间的部分是没有亮的。所以我们从车头正这样看过去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人的眼睛这样，然后黑色的部分就是瞳孔，好像一个人在看你这样子啦。然后这个车头的纱绒这边啊，因为这一个是一个 RS 版本最顶配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RS 的字样在这边哦。这个部分呢也是跟车身一样的颜色啊，它不像 CD 这样子。假如 CD RS 的这个部分是黑色的，它的 design 我们从侧面看了，就会看到这个部分有点拱出来这样子，皱眉头这样子啦，就看起来很有杀气。然后纱绒这边哦，可以看到有这个感应器啊。 就是 parking sensor 之类的东西，当然在 fog lamp 这一边哦，旁边也是有的啦。OK， 车头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快速的去看一下车身侧面了。这辆车的车身侧面呢，最亮眼的地方就是它的 Sport Rim 了。这个 Sport Rim 呢是一个雾黑色的 design， 然后这个 Sport Rim 搭配的是一个235/40。 R18 的 Michelin Pilot Sport 4的轮胎，是一个18寸的铝圈哦。这个轮圈是一个 matte black 的 design， 我个人觉得很好看。当然啦，前后都是一个碟刹。然后车身侧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个 side mirror 是黑色的，在 passenger side 这边的 side mirror 呢，可以看到有这个 lane watch 的镜头啊。 是一个，当你打 signal 的时候，你的中控荧幕就会出现这一 side 的 blind spot 的画面。OK， 这个是一个很实用的功能。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车身侧面的这个门把手是黑色的，最近都比较流行这样子的 design。OK， 这个门把手还有一个设计巧思哦，我们在 driver side 那边才看得到，我们去看一下。OK， 门把手呢 ，driver side 的门把手有一个设计巧思哦。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完全没有锁匙孔的，所以它就看起来更加的整齐干净。然后锁匙孔收在哪里？收在这边。啊，锁匙孔被收在这个门把手下面，而且它是有一点斜角度的。OK， 这个设计巧思我觉得不错，它既可以把锁匙孔收起来，而且它也是很实用。曾经也是做过这样子的 design， 可是它是一个 plastic 壳，你要把它撬掉才可以插锁匙。在撬的过程呢，可能那个壳会飞掉啊，会不见掉啊，还是会挂花车漆。 但是这个 design 呢，真的 good job。然后车身侧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线条啊，有一点点 Honda Accord 的那一种感觉 ，coupe 又不是 coupe， 然后 sedan 又不太 sedan 的那一种感觉。我觉得这样子的流线型，这样子的 design 啊，将会是最近或者未来 sedan 车款的设计趋势啊。这辆车的后尾部分呢，我们在网络上面都看到很多照片了啦。这个后尾部分跟车头部分一样哦，都是看到真车都会觉得比在网络上面看到照片来的更加好看。这个后尾车灯呢，已经没有螃蟹钳了啦。 它是一个看起来比较贵气的感觉，少了一些那种比较年轻的设计元素，但是这个不是缺点哦。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的 design， 然后一样有一个 RS 的标牌。OK， 尾门方面呢，它是一个自动开启的尾门设计哦。你看，它可以自动的升上来，而且是一个慢动作的。 Alright， 很好看，它的动作也很 smooth 啊，但是关起来的时候呢，就要用手动的方式把它关下来啦，没有办法用到电动的方式。然后上面有一个黑色的 spoiler， 然后下面呢有真正的双出排气管，然后还有一个 reverse camera 啦。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后座。OK， 这辆车的后座呢？ 我们首先坐上来，感觉到的就是有那种 like a boss 的感觉，它的倾斜角度啊，
它的坐姿整个都很 OK， 没有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啦。接下来我们试驾的时候，有机会我们就上路啊，乘坐一下，看在后面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然后头顶的空间，以我身高170来讲的话，是还有一个拳头左右。如果身高再高一点的朋友，可能就会顶到头啦。这个车顶部分啊，完全是一个黑色的 B 柱啊、C 柱啊，全部都是黑色的。这个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设计趋势啊，我觉得这样子真的很好看。然后后座的中间呢有这个 armrest 但是现在被包起来了。下一次试驾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的看一下这个 armrest 打开来里面是长什么样啊。当然，这一辆车是一个 C segment 车款嘛 ，Honda 的 B segment、Honda City 都有后座冷气出风口 ，C segment 不可能没有。这个就是后座冷气出风口但是没有的做到温度调节啦。下面有2个 USB 插孔，可以给你们插手机。然后没有天窗 ，OK， 我们来看一下前座是怎么样的。狗里来了重头戏，这辆车的前座 interior 我真的超喜欢，太漂亮了。这个 interior， 这个 dashboard 的 design 完全大众我的喜欢的那一种类型。这个 dashboard 它的上面的部分全部都是 soft touch material。不夸张，是全部都是 soft touch material。在下面一点点可以看到有这个 honeycomb 的这一种冷气出风口的这个 design， 我觉得这样子的 design 也是很好看的，但是可能在做 cleaning 方面就比较麻烦一点点。我们看到这个 honeycomb 可能以后会有一些灰尘到时候就要用上这一个吸尘机啦。没有啦，没有业配。如果要清理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都是要用那种 mini 的 dust vacuum 来把它吸掉了。OK， 然后中间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悬浮式的屏幕，后面没有电视机的那个肿出来的部分这边是空的。Steering wheel 方面是一个有皮革包覆的 steering， 然后有红色的车缝线，上面有很多按钮当然是有这个多媒体播放器的操控界面的按钮，还有这个 ACC 自动跟车的这一些选项都在这个方向盘上面可以看到。OK， 中间是一个 Honda 的 logo， 它的冷气操控界面我也是很喜欢，它的冷气操控界面手感非常的好。不知道收音收不收得到，就是转起来很 solid 的感觉，而且设计也很 premium， 很好看。排挡杆方面呢，就是很普通的啦 ，PRND， 然后没有的推去左右边做到这个手动换挡的模式但是在方向盘后面有 pedal shifter 啦，还是可以做到手动的方式换挡。然后当然它是用上这个电子手刹车。已经没有那个 handbrake 的 lever 了。meter 方面呢，可以看到马来西亚版本的 meter 跟外国版本的 meter 是比较不一样的 design它不是全屏，不是整个都是 LCD， 它只有左边是 LCD， 右边是一个 analog 的时速表，但是整个看起来不会很突兀，不会很难看，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椅子方面呢，它跟 City RS 一样它不是整个都是那一种滑面皮革，它在旁边的部分隆起来的部分是皮革，然后中间我们做的部分是一个布料这样子的 design 真的蛮多人会喜欢因为这样子就比较没有这样热炎热的天气的时候，你上车不会烫到你的屁股但是我个人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真的是全皮革的那种椅子。当然这个很个人各自都有各自的喜好嘛，对不对 ？OK， 我们去看一下这辆车的动力单元。OK。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辆车的引擎它没有很多那种 cover 全部罩起来，然后这个引擎是一个1500cc 4缸的涡轮增压 iVTEC 引擎引擎方面呢，我们接下来做试驾的时候我们再来深入的看一下这个引擎动力表现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体验，然后再来就是这一辆车驾起来它的 NVH 它的整个乘坐感它的驾驶体验、它的动力、它的爆发力到底是怎么样的话，留守我的 YouTube channel， 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相关消息了啦。刚刚讲到 NVH 这个东西我一定要讲一下，这辆车它的 NVH 应该是有做到进一步的提升，因为我们可以在它的轮框这边看到里面是这种棉质的 material， 这个有一点像之前我拍那一辆 CX3 或者是一些欧美系车款都会有这一种样子的设计啦。相信这个是为了做到隔音，然后会有更好的 NVH 到时试驾的时候我们再来深入的评测一下，到底跟普通的那种 material 直接是金属版的还是这样子的哪一个来的比较好啦。好，今天我在这边这个 showroom 呢是古来这边的 Honda showroom， 如果你们想要看到什么 Honda 的车款都可以来到这边，可以看到这里有一辆 Honda City RS 的这个 display unit。至于这辆车的车架呢我会放在这边 OK。
3个版本的车价都会在这边了，是介于120几千到140几千这样子啦。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古来的 Honda Showroom 这边找我们的黑哥。这个黑哥这边很好认的，你如果找不到他，你用喊的应该是找得到。我会把他的那个联络方式放在我的影片下方，你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联络他啦。好啦，今天的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到这里。如果你们想要买到 Honda 的车，找黑哥；想要找一些二手车recon 车，还是想要看一些什么新车新闻消息的话，都可以到 Cherry Car 上面逛逛一下。现在 Cherry Car 他们也是有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都是有在拍一些非常好看的影片，大家也不要忘记到他们的 YouTube channel 上去 support 一下啦。好，今天这一集爆肝系列大概就先到这里。我不知道这部影片剪出来会是多少分钟反正就是应该很累人就对了如果你们喜欢我的频道，也别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那个赞是 free 的，你跟它按下去就对了那以后呢，我有出新影片YouTube 演算法呢就会把我的影片推荐给你看如果你们还想要看到我拍什么 Honda 的车款还是任何车款都好，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那有机会的话我就会拍给你们看OK， 今天这一集 Honda Civic 大改款的影片大概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 Goodbye。